Hello， 大家好，我們又來到台南啦。今天要帶你們走一趟台南老城的心臟地帶，從荷蘭人建的城堡，走到300多年歷史的關帝廟，再到大名鼎鼎的天後宮。這條路走起來不長，但你走的其實是整個台灣從荷據、明鄭到清朝的歷史轉折點。這3個地方呢，其實剛好代表了台灣的3個時代：荷蘭、明鄭、清朝。一站一站的走下去，你會看到台灣是怎麼被這幾段歷史堆出來的。可能台南的人都非常熟悉這個地方啊。建於1653年，它的原名叫做普羅明哲城啊，由荷蘭人來到這裡的時候所建立的。然後為什麼這裡會有荷蘭人的故事呢？我們現在就去了解一下，跟我一起走。在我身後呢，這個是9尊門창的石龜。這9座石龜碑呢，是清朝乾隆年間立下的玉龜碑。這種赑屃馱着石碑的造型，在台灣古蹟裡算是很特別的畫面。在我們眼前呢，這個是他們荷蘭人建築的這個原始入口。現在我們來到的這個是澎湖書院遺址，上面寫着這幾個字。這個是以前在光緒12年，就是大概1886年的時候，台灣的省為了讓這個文化能夠拯救起來，他們就把這個呂祖廟裡面的這個隱形書院呢，撤到這個側坎這一帶來重修，所以改名叫做澎湖書院。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來看到這個非常有歷史性的一個地方。這個其實就是普羅城堡的遺跡啊，那個城牆。像法摩薩的那個時代，他們那個在馬來西亞，難怪看到有點他們這邊就有4方城了嗎？4方城的，以前就是城堡。那個時候荷蘭人統治這個台灣這一帶的時候，就建了這個側坎樓。那直到鄭成功來了，那鄭成功來的時候就把他打敗了荷蘭人，所以就把這裡收復掉，改建成為現在的这個側坎樓。所以鄭成功是誰？大家有可能在那邊想，誰是鄭成功？他呢是明朝末年的一個民族英雄，就來自福建，他的爸爸是福建人，媽媽是日本人，所以他7歲以前呢，他都在這個日本的一個南方有一個島的地方那邊長大的，所以他呢是為了反清啊復明，所以他就率兵打了台灣，就把荷蘭人趕走，就保住了這個漢人的文化的這個根基咯。所以為什麼會有鄭成功這個英雄？很多這裡台南都很多那種廟啊，都有供他的，他們英文叫做國姓噶國姓也就是因為那時候南明的這個副武帝啊是這個國姓，他是南明招討大將軍，也就是延平王。這個是他的建築物哈，以前的那種他們建築的風格，你可以看到的有一點就是古老那種荷蘭人的城牆的文化，可是它有參差着傳統閩南人的文化，你有注意到嗎？英文叫做 Fort Provincia， 所以叫做普羅明哲堡。現在我們上去參觀一下，樓上有什麼？在這個文昌殿中間呢，供奉的就是這個魁星鼎這一尊。大家如果有考試啊、學生啊來到這裡拜拜，想要得到好成績的話呢，就是你拿這個聖杯，丟這個聖杯，丟掉一個聖杯的話呢，就是同意了，你就放一點錢進去供的香，這個筆你就拿回去，就保佑大家考試順利，就是這樣子一個過程。好，這個側坎樓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就結束了，因為有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在維修當中，所以我們不方便去參觀。可是我覺得為什麼還是值得來參觀的原因呢，是因為這裡代表了這個台灣歷史當中呢，是從西方殖民到這個漢人自立的這個過程，所以這個轉折點是非常有故事的，非常有歷史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就變成把那個文化從福建那裡帶來，這種文化，日本的文化帶來這裡台灣，所以為什麼會有台灣的今天，都是跟這個地方都是有非常重大的關係的。我的景，但是鯉魚很大隻哦。看完側坎樓這段荷蘭人到鄭成功的故事，接下來要去的地方也和鄭成功有關係。武廟，也就是大關帝廟，這裡供奉的關公可不是求財求平安那麼簡單，
它背後其實牽着台南人對忠義精神的堅持。走，我們一起去看看吧。現在我們剛剛到了這個武廟，這武廟又叫做大關帝廟哦。西元1665年建立的，有350年的歷史以上，是全台第一官方的這個關帝廟來的。關帝是誰呢？大家熟悉的這個《三國演義》的關公就是他了，就是那個非常出名的名將。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參拜一下，去了解一下這個武廟啊到底是什麼歷史的。OK， 現在我們進到了這個關帝廟的內側，再走進去呢，就是這個關帝供奉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莊嚴，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都是要比較尊敬，而且是要恭敬的。那我就這裡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武廟哦，又跟鄭成功有關係的，就是在鄭經時期建立的，是為了弘揚那種忠義的精神呢。當時呢，政府舉辦這種官級的重要場所。關公本名關羽，是三國時期蜀漢的名將，因為一生忠情重義，有勇有謀，死後被後人尊為關聖帝君。他不只是武將的代表，更被奉為忠義誠信的象徵。所以商人拜他求生意興隆，一般百姓拜他求平安正氣，是華人信仰裡非常重要的一位神明。武廟的建築本身也很值得細看，紅牆配上燕尾垂的屋頂，是很典型的閩南廟宇風格。你可以看到梁柱上精細的木雕，還有歷代留下來的匾額跟對聯，每一處細節呢，其實都在說着這裡的年份跟故事。我們繼續往後走，看看還有什麼。武廟的後方呢，有一個三代殿。那你繼續走的話呢，三代殿有一個觀音殿，有一個月老寺，還有我背後的這個太歲殿。那我特別的介紹一下這個太歲殿。太歲殿中央呢，通常就是這個斗母星君啊，在道教解釋的，斗母星君掌管所有的太歲，那裡有60個不同的太歲，每一年呢有掌管不同的太歲，大家都來求平安的話，都來拜拜太歲。那求愛情姻緣的話呢，都來拜拜月老。觀音菩薩的殿就在這裡，旁邊也有18羅漢的銅像，非常的那種莊嚴，而且古老，而且很神秘的感覺，有300年的歷史，是不簡單的。這間廟非常的神秘，而且很多的殿。那我們來到了這個殿呢，是在它的最隱藏的這個武廟的一個部分，它的名字叫做六合堂。那中央供奉的有火德星君，有張仙大帝，還有王天君。這個是比較少見的。我們就是去參拜很多廟，比較少有看到有拜火德星君的這個廟，就是這個武廟特別有拜，就是代表火的一個星君。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殿叫做帝社，裡面供奉的武文昌帝君，來這裡拜拜可以求考事業啊、考試順利啊之類的。拜完關公，穿過這條小巷，我們來到了今天最後一站大天後宮。這裡以前呢，其實是鄭成功兒子的王府，後來才改建成媽祖廟。靠海吃飯的台南人對媽祖的那份敬意，你走進廟裡，應該馬上就能感受到。鼎鼎大名的天上聖母媽祖。媽祖呢是誰呢？她就是海上的守護神。在古代，台灣人都靠海的嘛，吃飯啊、捕魚啊，航海非常危險。所以非常尊敬她。這個媽祖呢，本身名字叫做林默娘。為什麼默呢？因為她本身呢，從小是不大喜歡講話的，是經過一段一個經歷過後呢，她才成為仙的。那這個玉皇大帝封她為神過後，她就保佑很多就是航海出行的人呢。這古代台灣人都非常尊敬她的哦。裡面呢有一尊非常珍貴的，就是卵生媽祖像，是來自大陸梅州，是從清朝留到現在的一個文物，是非常的靈驗的一個神像來的。所以我們進去，大家看影片的話也是可以一起來，就是拜拜一下，就祈求大家平平安安啊，生意興隆啊，家庭和和之類的。好，那我們現在進去拜拜媽祖娘娘天上聖母。走進正殿之前，你會經過這一整排的香爐和龍柱，空氣裡都是香火味。讓我們走進去看看媽祖本尊。OK， 這裡就是天上聖母這個大天後宮的內側哦，在這裡大家都非常虔誠，而且非常的肅靜哦。中央供奉的有一尊非常莊嚴的媽祖的聖像，天上聖母。
那媽祖呢是保佑海上的這種平民百姓啊，人民來祈求平安，出海捕魚啦，出海旅行啦，都可以拜拜媽祖了。那媽祖身旁通常都有2尊，大家看到一個這樣子，一個這樣子，一個是千里眼，一個是順風耳，就是2個輔助他的這個護法，通常都是會一起出行的。那在這個正殿左邊呢，有供奉水仙尊王，在右邊呢有四海龍王，都是關於水的。水仙尊王呢是保佑大家身體健康啦，讓大家就是管水的這個神君。那四海龍王呢也是管東南西北的4個海的這個龍王。在這個媽祖廟的後側呢，有拜三官大帝，然後有他們的聖父母廳，就是他的媽祖娘的自己的父母親，然後有一個就是註生娘娘，還有那個臨水註生娘娘臨水夫人的一個殿，然後有列下月老正神，就是月老，還有那個福德正神的一個殿在這邊，很莊嚴，看起來很莊嚴。還有最後一個順心元成殿，麻里之斗母星君。在這個廟的最後這個地方呢，供奉的就是斗母星君，還有武文昌，就是一樣的，就是跟剛才就是一個是管太歲的，然後一個是就是管學業的，學業的。在媽祖廟的右側有一個觀音殿，觀音殿隔壁掛着一幅大悲咒的壁畫。大家如果念過大悲咒的話呢，其實大悲咒每一個名稱呢都是有一個佛菩薩的名字來的，讓大家仔細看一下。對，走完那個廟後面寫着般若，好像就是你走到後面最後得到解脫了這樣子，做一個形式。這裡就都到達了佛國淨土了，就是這樣。是這樣轉一圈，從媽祖廟繞一圈到月老，好像一個人生這樣，有沒有？對，有姻緣啊，有那種土地啊，有財啊，考試啊，然後到最後得到了這個。到最後你是皈依三寶了。皈依三寶這樣，最後就是這個殿了。走到這裡，你會發現，OK，感覺香火非常的旺一下的，這邊的人都很虔誠的在參拜。然後佛菩薩都很顯靈的感覺，很有靈驗的感覺，而且非常濃厚的歷史，也感覺到這裡台灣的人民對這種神廟的虔誠的信仰呢。從赤崁樓的城牆到武廟的忠義，再到天後宮的媽祖信仰，這一趟走下來，你會發現台南每一條巷子裡都藏着故事。這些廟呢，不只是拜拜的地方，他們是台灣從荷據、明鄭、清朝一路走來的見證人。喜歡這種帶着故事走的旅行，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我們路上見。